不要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人民网的鸡汤文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意外翻车，百姓似乎对这类鸡汤文不再感冒。毕竟生活是啥样，大家心里都有数。如今人们在面对教育、医疗、房产三座大山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财产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到底如何？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它的实际数值介于0到1之间，其数值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意味着贫富差距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为0.479，而到了2008年则达到高点0.491。此后因为某种原因，基尼系数不再公布，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大，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差距比较明显。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才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差距，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增长速度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相关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而到了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2个特征，一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其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是中高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较大，而低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其成因是复杂多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那么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哪些？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和地区及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地资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和条件不同，城乡之间、东西部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仍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事实上，在某些领域上面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和腐败收入。这些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在当前的机制下，很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在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却很难得到发展机会。在城市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王公子、周公子等，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的不公平。而在未来几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统筹考量我国的就业结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预见这个差距会继续加大。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重视。以往谈贫富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核心。从2006年开始，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
由于资本存量不公带来财富增量不公，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房产快速增值，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生活的变动往往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1.2 万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可能在未来5到10年，我国就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大大增加我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作为普通百姓，我们能改变的并不多，大家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咱们下期再见。